上輩子我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早早的囤好物資，等待末世到來。沒想到聖母心的閨蜜指着门外的喪屍說要讓他們進來拯救他們，我當然要拒之門外，但是她卻當面指責我冷血無情，偷偷給喪屍開了門，導致我被一口咬死。再睜眼，我居然回到了末世前。不僅如此，我還覺醒了借貸異能。我借給你一塊面包，你得连本帶利的還給我一箱面包，而且是強制執行。面對也重生了的閨蜜，我慷慨地借給了她800萬。看着她喜不自勝的樣子，我也笑了。只是不知道末世開始之後，她囤的那些貨全部被拿來抵債時，我那好閨蜜還能不能笑得出来？重生2天了，我照常上下班，完全不提囤貨这回事，正常的好似完全沒有做過那個預知夢一樣。而我的好閨蜜再三打聽，依然無法從我口中獲得什麼信息。龜龜啊，你最近睡得好嗎？我當然睡得很好啊，為什麼這麼問？面對上輩子害死我的仇人，我面色如常，如往常般親昵。就是擔心一下你，問你最近有沒有做噩夢？我沒有做噩夢。真的嗎？我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問，因為上輩子正是這個時候，我做了一個預知夢，預知到喪屍即將爆發，末世的來臨，然後我提前囤貨，準備好了物資以及一個安全屋。當時我還傻乎乎的第一時間把所有的內容告訴了居少鳳，將她帶到了我的房子裡去，因為她是孤兒，無依無靠，把她當成妹妹來養。然後呢，她是怎麼報答我的？她明知道我非常厭惡我那些極品親戚們，當初我的父母出車禍，留下了大筆的錢財，那些親戚們爭先恐後的要撫養我，結果全是衝着我的錢來的，不僅虐待我，還想要把我嫁給老光棍。我好不容易從他們嘴裡搶回了我父母留給我的錢，逃離了那個地方。結果呢，居少鳳反手就把他們請到了我家裡，等那麼20-30個人直接坐我客廳裡之後，才告訴我要團結友愛，不要總是糾結於過去。我能怎麼辦？20-30個人就這麼直勾勾地看着我，我但凡說一句，他們就會把我給打出去。沒辦法，我只能捏着鼻子認了。而後，居少鳳好像找到了什麼樂趣一樣，不僅把那些親戚放入我的安全屋，他居然還想要把路過的那些喪屍放進來。我提議把他趕出去，我可不想被喪屍給咬死，我是來養壞人了。居少鳳表面上不作為，甚至贊同我這種想法，而我剛把人關到門外後，他就立馬哭喪着臉。龜龜，你怎麼能這麼狠心呢？他還是個孩子，你就把他關在門外，等會兒他被喪屍吃了都是你的責任。等我不注意的时候，他竟然直接把喪屍放入了我的安全屋裡，我被活活咬死。直到此刻，我那友情腦終於擰乾了所有的水分。戀愛腦很可怕，友情腦更可怕。我養的並不是閨蜜，而是一頭白眼狼。好龜龜，你借我一些錢吧。5次3番的試探，我又不是真的愚蠢到無可救藥的人。居少鳳顯然也重生了。好啊，你要借多少？是這樣的，我得了癌症，你能不能借我500萬啊？還有，你的房子能不能先抵押出去？抵押出去，他還真有臉說。而且癌症怎麼可能呢？他現在活蹦亂跳的，無論這輩子還是上輩子都是十分健康的身體。治病是假，要錢是真，他肯定是想掏空我的錢去囤積物資。是啊，誰喜歡寄人籬下呢？居少鳳之前忙前忙後那麼久，為的是什麼？不就是為了把我害死之後鳩佔鵲巢，搶佔我的物資嗎？現在他重生一次，當然是能自己擁有物資為最好，所以他半點也不肯向我透露末世的消息，而是欺騙於我，想要把我的錢騙出來供他花銷。啊，怎麼這樣？你是得了什麼癌症？還好嗎？我帶你去醫院檢查。這一次我不會再當那個傻傻被利用的好人了。上輩子我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早早囤好物資，帶閨蜜躲避喪屍潮，可誰知她卻偷偷開門，放任喪屍把我咬死，重生回來。我發誓不再做聖母。哎呀，沒事了，我都已經檢查過了，醫生說只要好好治療就沒事的。不過現在我真的很缺錢，你也知道的，我是個孤兒，目前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居少鳳很害怕我真的帶她去醫院，稍微檢查一下，她就會露餡。不過好在我也揣着明白裝糊塗。這樣啊，你等着，我馬上去給你籌錢。這個蠢女人果然上鈎了。居少鳳在心裡得意的笑，我在心裡也是得意的笑，不過面上卻不敢露出分毫。如果是獲得異能之前，我肯定找借口與她離得遠遠的，絕對不可能借給她1分錢。但是這輩子不知道什麼原因，我覺醒了一個奇怪的異能，叫做借貸異能。我試驗了一下，借給同事100塊錢，要求他在1天之內還錢，對方同意了，但是卻沒有照做。而第2天，我卡裡卻收到了整整1000塊錢。這就是我的借貸異能，如同高利貸滾雪球，收取高額的利息。若對方沒有按照時間內歸還我的本金，那麼就會翻數倍給予我超額的利息。若是對方遵守規則還好，若是不遵守，那就只能以身體的零件來抵押了。這也是我為什麼如此痛快地借給居少鳳錢的原因。他借我的錢就是為了囤貨應對末世，以他的性格絕對不可能會還我錢，所以只需要末世一到來，居少鳳囤積了多少物資，那麼物資就會翻幾倍還給我。若是拿不出來，那就不好意思了。居少鳳以後的命估計也會拿來抵押。居少鳳渾然不知我心裡的打算，只是在心裡暗暗吐槽我這個女人果然愚蠢又好騙，甚至都不問清楚到底花在了哪裡，只是簡單一問就火急火燎給我湊錢去了。
果然是個腦殘的蠢貨。少鳳，這些錢你先拿着，等我去把車子賣了，房子抵押了，再給你筹些錢。你千万不要想不開，好好過日子，以後有的是机会。我的卡里陸陸續續加起來總共有400萬，這些都是我父母死後留給我的賠償金，還有我自己賺的一些錢，甚至我還當着他的面借了很多的網貸，各个平台的網貸全部擼了個乾淨，居然硬是湊齊了500萬。而這些錢我當着他的面全部一絲不剩的全部交給了他，不帶一絲猶豫的。他像是看傻子一樣看着我，以為我沒有發現，等到末日來了，我會讓他百倍償還。上輩子我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早早囤好物資，帶閨蜜躲避喪屍潮，可誰知她卻偷偷開門，放任喪屍把我咬死，重生回來。我發誓不再做聖母。少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這些錢你先拿着，到時候不夠的話，我馬上就去把我的房子賣了。房子的話，應該還可以賣個200萬，剩下的我會想辦法的。你一定要好好治療。冰冰，我真的太感動了，沒有人對我這麼好過，我真的很感謝，很感謝你，在我這麼危難的時候，只有你一個人願意借這麼多錢給我。居少鳳雖然非常嫉妒以及怨恨我，但是我這一片赤誠之心卻是難能可貴的，總是奉獻給別人毫無保留的友誼。只是可惜，我越是這樣傻白甜，就越讓居少鳳心裡不平衡。憑什麼我可以過得如此逍遙自在、無憂無慮，而他這個孤兒卻要拼盡全力的掙扎求生呢？所以錢居少鳳收了，並且沒有任何的愧疚之意，反而認為這些都是我欠他的。看他那意思，根本沒有償還的可能，只是一個勁拉着我的手，說如何感謝我。我當然也是陪笑道，狀似無意的開口：少鳳，我知道你自尊心很強，你不用擔心，這筆錢我不會逼着你還的，到時候你有能力再還我也不遲。居少鳳眉頭狠狠一皺，往日裡我沒少給他錢，但是哪次我有說過讓他還錢的，每次都是平白送他，現在反而要他把這些錢還回來。呵呵，居少鳳在心裡冷哼一聲，但面上卻笑得非常的大氣且溫柔。冰冰，你放心吧，這些錢我肯定會還你的，我們什麼關係你還不知道嗎？我肯定不會昧你的錢的。大不了等你死後給你燒點紙錢不就行了，反正我也沒有說是什麼錢。此刻居少鳳在心裡厚顏無恥地想到：第一，借貸成功，請設置還款期限。在我腦內一道機械音突然響起，這個聲音只有我自己一個人能聽到，也不需要我開口說話，只需要腦內回復即可。我思考了一下，末世爆發是在1個月後，那就直接設置末世爆發當天好了。居少鳳喜滋滋地接受了我的大額轉賬，只是可惜他並不知道借款一旦形成，那後續是否返還就不按照他的意願而行了。我們幾乎沒聊幾句，居少鳳就焦急地接了一個電話，說是家裡人打來的，要匆匆離去。等一下，我給你買了這個。說着我就從包包裡掏出了一個最新款蘋果17，遞給居少鳳。這是我特意給你買的禮物，你看我還給你裝了一個小熊掛墜呢，不知道你會不會喜歡。這是最新上市的蘋果17，一個就要1萬多塊錢，而且非常難以搶到，是最近潮流的好東西。居少鳳兩眼發光，抱着手機摸索個不停，還不忘誇我幾句。冰冰，你最好了，我就知道你最心疼我，親親，我愛你。看樣子他對這個手機滿意極了，我實在不想跟他裝親昵，連多說幾句話都感到惡心，索性催促他快點去醫院吧。只是再三叮囑，那個小熊是我特意買的，非常昂貴的，鑲嵌着寶石的小熊，光這一個就不比手機便宜多少。聞言，居少鳳更開心了，看着他小心翼翼、愛不釋手，當場就把舊手機的數據轉移到新手機裡，宣布以後就使用這部新手機了。我自然也是樂得成見的，畢竟我怎麼可能會好心送他這些東西呢？還不是想看他樂子。手機裡面我裝了定位設置，只要他拿着手機，那麼他的位置就能共享到我的手機上，精準知道他所在方位，並且他那個小熊裡面更是裝了微型攝像頭。小熊非常小，不過是拇指大而已，只是他那一雙紅色的眼睛看上去像是紅寶石所致，那當然非常昂貴了，畢竟微型偷拍相機的價格自然是不會差的。在我傳統印象裡，攝像頭還是那種大大的無法隱藏，必須連上電魚網的東西，但是實際上偷拍設備十分的小巧便捷，並且還能偽裝成常見的小玩意，十分具有迷惑性。這不，我直接給居少鳳買了一個，看了居少鳳迫不及待地打車離開，向着本地最大的超市而去，我就滿意了。居少鳳果然是去提前囤物資的，末世不能不囤貨，缺什麼都不能缺少吃喝。他衝入超市裡，直接大手一揮，大米、小米、麵粉、麵條以及五穀雜糧各來幾百斤，肉類也是，豬肉、雞肉、鴨肉、羊肉、牛肉、鵝肉，反正市場上賣的什麼肉都直接來上幾百斤。擔心沒有地方儲存，他又向售貨員打聽哪裡有冰櫃售賣，在售貨員的推薦下，他購買了大量的冰櫃，蔬菜什麼的也要買個幾百斤才行。白菜、土豆、紅薯這些耐放，先來上一卡車吧。至於其他的蔬菜，因為不是太耐放，所以就來半卡車吧。再加上一些乾菜、脫水的蔬菜包，這些也都零零碎碎的，足夠湊齊一卡車了。不僅如此，他還定制了太陽能發電板、發電機這些東西。末世裡用不了多久就會停電，而電的重要性不需要多說，那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所以他就訂購了不少的太陽能發電板，
末世之後，只要通過曬太陽就能獲取電量。還有禮品區堆積成山一樣的禮品，什麼方便麵、香腸、火腿、麵包、芝士、飲料、牛奶、月餅，反正看上什麼買什麼，直接把這一排的禮品箱給搬空了去。調味料也是必不可少的，先買上10箱算了。礦泉水的話，則是按吨批發，以後不愁飲用水的。居少鳳她不需要多麼動腦子，她只需要照着我上輩子的答案直接硬抄就是，反正標準答案就擺在那裡，她即便是照搬照抄，也能抄出個及格分來。這些東西實在太多了，售貨員只能拿筆一頁一頁的把它們記錄下來，到時候會有他們的工作人員送貨上門，送到他家門口。很快，我給他那500萬就見了底。那居少鳳也學着我的樣子，直接去貸款，甚至是去借高利貸。反正末世爆發之後，沒人會追究貸款什麼的，更不會有活着的人去找居少鳳討要欠款。畢竟他們說不定都變成了喪屍，哪有空來找他呀？殊不知，他一切的準備都是為我做嫁衣。居少鳳心安理得的大肆採買，臉上滿是洋洋得意之色，我看得不免有些好笑。這人是真的一點記性都不長，他甚至都沒有打一個掩護，哪怕只是雇輛車把貨拉到一個新租的倉庫裡也行，到時候搬到自己所住的小屋，也算是周轉了一波。但是他沒有，他就這麼理所當然的把收貨地址填到了自己的精準地址，徹底暴露了安全屋的存在。當然，我是不會好心提醒他的，只是通過監控冷眼看着他作死罷了。居少鳳渾然不知自己正在給自己挖一個巨大的坑。他現在越是飄飄然，跌下來的時候也就越疼越痛苦。看着居少鳳忙忙碌碌的團团轉，為我囤積物資，我就笑得得意，得了一個免費勞工，辛辛苦苦囤貨，到時候我都會被我掏掉，我真是有些迫不及待了。居少鳳這邊忙得團團轉，我這邊則是顯得悠然自得了很多。我太了解居少鳳是什麼樣的性格了，她把我利用完，榨乾了我的利用價值之後，就會把我拋之腦後，直到她忙完了所有的事情，擁有了空閒時間，才會拿我當成樂子來看我的笑話。而現在他自然是沒空搭理我這個沒有利用價值的人。我辭了職，到處吃吃喝喝游玩，半點沒有末世即將來臨的焦急感。今天去遊樂園玩遊樂設施，坐過山車，明天去甜品小屋，邊喝小甜水邊吃蛋糕，這悠然自得的樣子，別說是居少鳳了，連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是重生者。按照道理來說，我應該做2手準備，自己這邊也準備一個安全屋，但是有借貸系統再三保證會把安全屋給我瞬移過來，那我還操心個什麼勁？我既然是借款的人，那麼我這邊就可以看見我這邊借出的所有本金，其中我的別墅就是借給了居少鳳來住。然而，當我打開借貸系統看到別墅時，我驚訝地瞪大了眼睛。那棟別墅之前還是普通的模樣，但現在已經被安裝了防盜門、防盜窗，還有電網，甚至加固了圍牆，仿佛固若金湯的堡壘一樣，從內到外煥然一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是居少鳳在裝修，在給別墅瘋狂的裝修、加固、加固再加固。旁邊還有施工隊人員在不停地建造，一點點把我的房屋變得越來越好。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眼前，甚至那棟小小的房子也如同售房部裡的沙盤一樣，我可以隨意的觀看，甚至是觸碰對方。而那個下面則顯示着召回2個字。借貸系統仿佛怕我不懂一樣，甚至給我詳細介紹了其中的規則，因為這就是我的本金之一，只要對方逾期還款，那麼我這邊就可以隨時召回這棟小房子，就像是擁有了一個奇特的空間一般，我可以隨時召回那棟房子，把房子裡的人踢出來，把東西放在我的空間內，也可以把我的房子召喚出來，放在我想放的位置上，甚至是以後挪动位置也都隨我心意。所以別墅真的变成了玩具，只要我在心裡一想，我的小別墅就可以搬家，搬到任何的地方，我隨時都能把它召喚出現在我身邊，可以，挺好的。没想到這麼好用，我反手就把別墅掛在了網上抵押，因為要得急，所以原本300萬的房子，現在200萬出售，錢打到了我的卡上，但是租賃合同沒有破除，新賣家必須在末世之後才能進入我的房子。如此又是空手套白狼，套出了200萬來，加上我林林總總的存款，又是300萬打給了居少鳳。冰冰，這些錢是你給我的嗎？對呀。天哪，冰冰，你對我太好了吧，真是把我感動得不得了，你真是對我太好了。对，等到時候要你10倍還款的時候，你不要哭出來才行。通過我送給居少鳳的那個掛件小熊，上面能清晰的看到居少鳳此刻的神態。真是個傻女人，不對，幸好人傻錢多，把錢全部轉給我，到時候末世爆發，你就餵喪屍去吧。這就是拿起碗吃飯，放下碗罵娘的典型示範。對此我回以最簡單的呵呵2字。對了，少鳳，你能不能把你聚會上認識的那個白哥介紹給我？啊，你問這個幹什麼？白哥是居少鳳前男友的一個哥們，1.9米高，渾身肌肉，臉上甚至還帶着一個刀疤，看着就像混的人。像我這種乖乖女，平常都是要離多遠有多遠，平時根本就沒有交際可言。但現在我卻主動追問他的聯繫方式。反正就那個，你就別問了。那白哥都30多歲了，還是一個混混，若是配我的話正好。居少鳳頓時喜笑顏開，上趕着給我了他的手機號。你別看大哥年紀大，但是年紀大的會疼人，你可以跟他好好聊聊，
到時候說不定成為一段好姻緣呢。好個屁！居少鳳明知道那不是好東西，卻偏偏要推薦給我。對於居少鳳這種人，我此刻已經不是感到厭惡了，而是感到一陣反胃。索性什麼也沒說，就直接掛了電話。我當然不可能看上老男人，更何況是混的人。平時見這種人，我都會躲得遠遠的。但是上輩子，居少鳳把我的左鄰右舍以及我的那些討人厭的親戚們接到了安全屋裡，因為一起生活，有些東西難免會暴露。胡老三總是有一些不得了的武器，雖然平時裝作混混，但是真實的身份卻是武器販子。他售賣武器，不僅有開刃的長劍、長刀，還有弓弩等售賣。甚至於我在上輩子還看見他拿出了一把手槍，滅掉了一隻喪屍。若是能得到熱武器，那我自然是喜笑顏開的。武器是很重要的東西，曾經流傳着一句話：莫是鄰居囤糧我囤槍，鄰居是我糧倉。只要有槍的話，無論是自保還是作惡，都擁有了更大的選擇性以及安全保障。我不想主動害人，但是我真的想要獲得自保的能力，所以我主動給他打了電話。喂，是誰？喂，你好，請問你這裡售賣槍嗎？暗號。我可以給你很多錢。我這邊話還沒說完呢，那邊就嘟嘟嘟的掛了電話。顯然我不是他的老顧客，沒有直接訂購的資格。我也沒有氣餒，而是連續打了10幾個電話之後，那邊終於接通了。你是誰的人？不守規矩，小心我上門教訓你。別呀，我是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說。胡老三，你也不想別人知道你睡了你大嫂的事吧？一開口就是王炸，白哥只是一個假名字而已，他的真名其實叫胡老三，目前跟着一個頭目混成了左膀右臂，只是跟他大嫂有些曖昧罷了。這件事誰也不知道，若是被大哥知道了，他怕是小命不保。這個女人是怎麼知道的？電話那頭的胡老三頓時站起來了，殺意滿滿的想要調查我的身份。做個交易怎麼樣？給我1箱熱武器，我保證這件事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出言威脅他，1箱太多了，我這邊最多弄到3把。本來我的預計是1把的，沒想到一下子給我漲到3把，果然坐地起價是有用處的。行，那你就來這個地址，今晚12點，一手交錢，一手拿貨。好。地點就定在了某個巷子的垃圾桶邊。此時胡老三面露凶相，眼裡滿是殺意，不僅匆匆準備好了我要的3把武器，還有沉甸甸的子彈裝在了銀白色的箱子裡，甚至還在腰間別了一把裝滿子彈的槍，就等着我人出現時給我一梭子。這些混混們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什麼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要不是我掌握了他的秘密，他根本不會跟我做交易。此時胡老三想破腦袋也想不到，我是怎麼知道他跟大嫂混在一起的。這句話是上輩子他自己說出來的。胡老三倒是引以為豪的拿出來炫耀，他卻渾然不知，正是這句話成了這輩子我威脅他的籌碼，為他這輩子的命留下了隱患。胡老三在小巷子裡吹了半天冷風，就是沒見任何人影過來，眼瞅着時間已經走向了12點，還沒有任何的人過來，頓時他就氣惱了，本想着再次給我打電話，沒想到就這1秒時間內，他手上緊緊握着的箱子突然憑空消失了，手上一輕，回過神一看，哪裡還有箱子的影子？借貸系統好樣的！我還是第一次嘗試反向借貸，我自己向眼前這個男人借東西，並付出了我的本金，他那個箱子裡的東西就是我的抵押物，照常來說就是普通的交易罷了，只是借了系統的手，並不需要我親自出面，而是遞出一個交易，雙方全部同意之後，我這邊就可以通過虛擬系統而把貨物調轉過來。此刻胡老三看着地上突然出現的一疊粉嫩嫩的錢，陷入了迷茫之中。發生了什麼事？鬧鬼了嗎？剛剛這地方只有垃圾，哪裡有錢啊？現在就這麼1秒鐘的時間，他手裡的箱子就已經不見了，甚至是地上也出現了一堆鈔票。這怎麼可能？翻遍了小巷裡的垃圾桶，甚至都倒出來查看了個乾淨，都沒見到任何人影。這個地方沒什麼能藏人的東西，也不可能有人當着他的面把東西換走，他都沒有察覺。真是鬧了鬼了！出來，給我出來！胡老三被這靈異事件嚇得不輕，拿起了武器就準備胡亂射擊，只是還沒等他扣動扳機，腰上就中了一記麻醉針，腰上傳來一陣劇痛，胡老三意識開始變得模糊了。舉起手來，不許動！你已經被包圍了，放棄無用的抵抗。不知道什麼時候，警察已然包圍了他，不只是把小巷子口堵得嚴嚴實實，甚至往上抬頭，上面的窗戶上也都站着幾排警察，嚴陣以待的拿着麻醉劑，甚至是拿着槍對準了他的腦袋。警察早已布局在这裡，把他引出來之後，就準備把他的团伙一鍋端了。胡老三在心裡瘋狂的咒罵，他的手已經抬不起來了，眼皮沉重的更是在下一秒瞬間陷入了黑暗之中。直到那人徹底不動，沒有了威脅性，警察們才敢手持武器上去把昏迷的胡老三給制服，拖拽到了警局內。沒錯，就是我，不僅成功獲得了武器，還反手把胡老三給賣了。提前半個小時，我就用虛擬賬號報了警，訴說了小巷子裡有熱乎乎的東西交易。警察們十分給力，抓了這個小混混，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連湯帶水的把黑老大捉拿歸案。那我應該也算是為民除害了吧？我悠哉的喝了一口雪碧，深藏功與名，我倒是不用擔心會被他們揪出來。借貸系統不是一般的好用，
只需要購買一個虛擬賬號就行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追查到我這裡。一口雪碧，入口豐富的氣泡，攜帶着甘甜的滋味順入我的喉嚨裡，讓我的心情都舒暢了很多。時間一點一滴過去，就在我玩得忘乎所以，享受着最後的平靜生活時，末世悄然來臨。現在正是早上8點，我一大清早就已經醒了，開着個小車去往了居少鳳的別墅。明天就是末日了，今天就是最後的狂歡，我怎麼着也得去看看居少鳳的熱鬧啊！畢竟我已經把該散播的消息用虛擬手機號給該發的人全部都發了出去。以居少鳳個人的能力，實在沒有辦法買下別墅，所以才請了那麼多人幫助他。把我逼死之後，他就可以理所當然的擁有房子的使用權。而現在呢，這座別墅甚至是物資，全都是居少鳳一人所有。相應的，居少鳳的心思自然會變了。現在呢，那些人若是入住了他的別墅，所花的金錢、所吃的物資都是他的血汗，他的付出，他怎麼會不心疼呢？所以這輩子果然如我所料，居少鳳並沒有聖母心發作，邀請上輩子他所邀請的那些人，而是關起門來自己一個人過好日子，自己一個人吃獨食。我不允許這樣的事情存在。他想要救濟天下，那就要把事情做得徹徹底底。我要幫助他成為他想要成為的那種聖母。所以我直接用虛擬電話把那些人全部搖了過來，不僅透露了末世即將爆發的消息，還生怕那些人不信，以居少鳳的口吻說，我這裡有許多的物資，以及末世爆發後喪屍的猙獰恐怖，瘋狂地誘導他們來。而那些我的親戚們，我就換了一套說辭，我是以我的口吻給我的親戚們打電話的，說我被居少鳳騙走了800萬，現在房子、存款全部被他拿走，祈求親戚們能幫我把錢要回來。要回來之後，我願意把錢全部分給我的那些親戚們。我的那些親戚們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現在一聽見800萬的存款，頓時一窩蜂的湧了過來，甚至期間還給我打了無數的電話，把我罵得狗血淋頭，說我怎麼這麼傻，把錢交給陌生人，還不如把錢交給他們。為此，我只能哭訴一番，說輕信了他人，還把轉賬記錄發給了他們。這下子可把他們氣得不輕，仿佛我花的並不是我的錢，而是他們的錢一樣。所以我的那些叔叔伯伯們這2天直接賴到了居少鳳的家裡，拖家帶口的整整齊齊，甚至連小孩、老人都一併帶了過來。我這還沒到呢，就看到我的別墅前，我那尖酸刻薄的奶奶躺在地上哭天抹淚的嗷嗷叫，要求居少鳳還錢。她一邊哭一邊拉着周圍的人嚷嚷個不停，讓他們給評評理。喲，真是熱鬧呢！我的奶奶本就戰力超強，加上有老年加成，誰都不敢動。她嗓門特別大的，一個勁的嗷嗷叫，甚至不止自己一個人嗷嗷叫，幾個熊孩子也一併坐在地上瘋狂哭訴，說居少鳳多麼沒有良心之類的。你這個喪良心的，居然騙我們的錢！我那孫女爹娘不在了，遺產你都拿走，你真應該被閻王收走！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遺產你都拿！居少鳳躲在房屋裡，透過落地窗根本就不敢出門。她哪裡敢出門呀？不只是我的奶奶，還有我那些叔叔、伯伯、嬸嬸們，他們個個膀大腰圓，都是在土裡刨食的莊稼漢，力氣大着呢。但凡居少鳳敢開門，他們就敢拉着他的頭髮，把他往地上瘋狂的毆打，到時候场面就不好收场了。居少鳳，你快開門！我是小雪啊，你最好的朋友。居少鳳的別墅外真是圍了一圈的人，不只是我的那些親戚們，曾經跟居少鳳玩得特別好的小姐妹們，更是拖家帶口，帶上了父母，就站在了居少鳳門前。他們也相信了末世言論，成群結隊的不停地敲居少鳳的門。本來他們還是不太相信的，但是最近居少鳳可是購買了不少的物資，這些所有人都看在眼裡，甚至是眼前這棟別墅都裝修得滴水不漏的，如此嚴陣以待，如此堅固，甚至花費了如此巨額的錢財，難不成只是為了開一個玩笑嗎？居少鳳沒有錢，他沒有這個資格任性，能讓他花這麼多錢來投資來裝修這個房子，末世真的要到來了嗎？頓時居少鳳周圍就被圍得水泄不通，往日的那些朋友們、鄰居們，甚至是陌生人都圍堵在了他家門口，嚷嚷着要他開門。開門呀！不是說好了團結友愛嗎？你為什麼拋下了我，在裡面裝死？我們不是最好的朋友嗎？明明你發了消息說讓我过來的，怎麼現在翻臉不認人？對啊，你給我發的消息，我們都有證據的。放屁！什麼消息？我根本沒有給你發消息。居少鳳真的慌了，這些人說的義正言辭的，好像他真的做出了那種事一樣，他怎麼可能會把消息發給他們呢？怎麼可能讓他們住進自己的房子裡，吃自己辛辛苦苦囤起的物資呢？眼瞅着居少鳳翻臉不認人，當即就有人拿着手機把那聊天記錄懟到了窗戶前面，隔着防彈玻璃以及防盜窗，讓居少鳳好好看裡面的消息。居少鳳目眦欲裂，上面居然真的是以他的口吻發送了一些關於末世的消息。可是現在末世還沒有爆發，消息是誰發出來的？為什麼那個人也知道末世的到來？難道除了自己之外，還有其他人重生了？居少鳳來不及細想，就有一個光頭大漢拿着斧子，居然砸向了他的防盜門。他不知道哪裡來的斧子，一斧子砸下去，防盜門紋絲未動，倒是發出了金石之響。這是準備暴力砸門了。
安全屋的防盜門非常結實，花了很多錢買的最堅固的防盜門，幾斧子下去，並沒有在上面留下什麼傷痕，只是多了一道淺淺的白印而已。但是，若是這些人賴在這裡不走，鍥而不捨地砸他的門呢？住手！你們快住手！眼前場景越來越亂，我適時地站了出來。少鳳啊，你為什麼不開門呢？明明是你邀請我們過來的呀！而且我沒記錯的話，這貌似是我的房子吧？我這樣一說，頓時大家把矛頭對準了我，瞪眼一看，裡面居然還有不少認識我的人，立馬認出了我來。特別是我的那些窮親戚們，更是一窩蜂地圍着過來，像是找到了什麼主心骨一樣。在地上嚎哭的老太嗷一聲站了起來，對着我瘋狂地輸出，讓我立刻把門打開，把那個壞女揪出來。他們還記得與我的承諾，只要他們把這個壞女人騙我的錢全部讓這個壞女人吐出來，那錢就可以被這些親戚們分走。所以这些親戚們一個個賣力得很，迫不及待地想要獲得那800萬巨款。冰冰，你不能這樣對我，明明說了房子免費借給我住的。居少鳳差點把牙咬碎，因為我平時太過乖順，甚至是愚蠢到沒邊了，所以他沒有提防着我。沒想到我居然會在末世前一天來到這裡，並且拿着那把能打開房門的鑰匙。若是早知道的話，他肯定會解決了我這個隱患。我無辜地搖了搖鑰匙，居少鳳確實拿到了備用鑰匙，但是我這裡還有一把鑰匙，我才是房子真正的主人。雖然這個房子暫時抵押借貸了出去，但是它畢竟掛在我的名下。人群頓時譁然，圍着我議論個不停，不斷地給我出主意，甚至是拉關係。你說什麼呢？我只是想回到自己的家裡而已。我狀似無辜地晃了晃手裡的鑰匙，那鑰匙就被我奶奶一把搶過。怪不得被別人欺負成這樣，拿來吧你。那老太太一把年紀，身手倒是十分敏捷，不僅把鑰匙給搶了過來，甚至反手一扔，扔給了自己身強體壯的倆兒子。倆兒子3步并2步地衝到了別墅門前，把鑰匙一插，咔嚓一聲，門應聲而開。不！居少鳳絕望的哀鳴，但是無論如何也關不上那扇門了。防盜門被暴力踢開，那些人魚湧而入。上輩子居少鳳拉入房子裡的人有20多人，但是這輩子因為是在末世爆發前，所以他們還拖家帶口的帶來了不少的人。現在加起來一共有40個人，快要翻了1倍的數量，帶來的壓迫感也是超強的，直接把居少鳳圍在正中間，一人一句的把居少鳳訓得跟狗似的，他甚至都不能還嘴。有那脾氣衝的，直接對着居少鳳就是一腳，等他轉過頭去，他身後的人又來一腳，呈現包圍姿態，所有圍着他的都是他的敵人，所有人都能踢出一腳，狠狠地傷害他，而他卻無法傷害那些人。這些人就是這副德性，無論如何也不會更改，他們如同獵狗一般，合作配合，撕咬一個獵物。只是上輩子他們撕咬的是我，所以居少鳳可以高高在上的欣賞我的醜態，而現在被他們撕咬的成了居少鳳。這一下，居少鳳眼眶紅潤，把他氣得不住的顫抖，指着他們說着報警。哎呀，我好怕怕呀！要不乾脆就……一個光頭男揮舞了一下手中的狼牙棒，面露凶悍。未說完的話，讓居少鳳顫抖了一下。這個光頭大漢大概30-40左右，面露凶相，一身橫肉，皮膚黝黑，光是看着就不像個好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居少鳳上輩子對我說的話，因為我覺得他長得實在太過凶悍，像是混黑社會的，所以我並不想讓他進入我們的房子。而居少鳳呢，他則是義正言辭地放大了音量，試圖讓所有人注意，瘋狂地抨擊我，說我不要以貌取人，不要對別人有這麼大的惡意，這樣是不好的行為。更何況他並沒有做什麼錯事，我看他落單可憐，才把他帶回家的。你為什麼非要把他給丟下來呢？這麼鐵石心腸不好吧？他是如此理直氣壯，聲音洪亮到所有人都能聽得清清楚楚，一下子把我推到了所有人的對立面，讓所有人對我群起而攻之，打量的、審視的、厭惡的眼神，我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而現在這位聖母自己倒是以貌取人了，對着那壯漢瑟瑟發抖，再也不說什麼收留之類的鬼話了。也對，現在的壯漢一拳就能把他鼻子打歪，甚至把他趕出去也是有可能的。看看滿屋子都是居少鳳收留的人，居少鳳這麼喜歡收留別人，那就讓他繼續收留唄。我就站在邊上，深藏功與名，看着他被眾人拉拉扯扯。居少鳳之前躲在屋子裡不肯給他們開門，這一點所有人都看到了。我奶奶頓時就揪着居少鳳的胳膊使勁掐。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死丫頭片子，死活不給我們開門，安的什麼心？我看你就是想侵吞我孫女的錢財，800萬，那整整800萬，你給我全部還回來，吐出來！不吐出來，你就別想走了。還有，這是我們的房子，這是我孫女兒的房子，以後要留給我孫子做婚房的。你憑什麼占着我們的房子不讓我們進來？我很討厭這個奶奶，包括爸爸那邊的所有親戚，他們都是重男輕女的瘋子，不僅瘋狂地鄙視我、辱罵我、打壓我，甚至還惦記着我的錢財。他們認為女孩沒有繼承權，即便那是我爸爸媽媽辛辛苦苦掙來的錢財，在他們眼中也是為他們的孫子鋪路，時時刻刻都想把他們的手伸進我的錢包裡，把我的錢、房子、車全部掏走，甚至連我這個人都不放過。
想要把我賣到山村裡，不讓我上學去，所以我非常的厭惡他們。稍微有一點自保的能力之後，就馬不停蹄地逃離了那裡。而居少鳳居然把他們接了過來，在上輩子讓他們瘋狂地撕咬我，不止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甚至是拉着他們試圖原諒我，說我年紀小，不懂事，巴拉巴拉一頓怪罪，全部把錯推到了我的頭上。偏偏我嘴笨，真的罵不過他們，更何況是那麼多張嘴，被攻擊的根本沒辦法還話。一旦說出一句話，他們那麼多人就會添油加醋的曲解，然後拋出更多的攻擊理由，讓我陷入自證陷阱裡。我自然是攻擊不過他們的，那不如讓他們自己相互攻擊好了，狗咬狗一嘴毛，讓他們相互撕咬去。所以我好心打開了別墅的大門，讓居少鳳再次收留了我的那些好親戚們。當然，我的那些好親戚們也不負众望，對着居少鳳又是打又是掐，甚至扯着她的頭髮，不停往她臉上扇巴掌。你们放開我，我報警了。居少鳳也不是個什麼尊老愛幼的老太婆，居然敢往她臉上扇巴掌。她最在乎的就是她那張臉了，她居然敢對她的臉動手，想讓她毀容嗎？居少鳳不管這是不是一個70多歲的老太婆，直接一巴掌還了回去，啪的一巴掌，奶奶懵了，包括所有人都懵了。然後下一秒，一向強硬的奶奶居然扯開了嗓子，嗷一聲坐地上，又開始瘋狂的哭訴：我不活了，現在年輕人都敢打老人了，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呀！奶奶的哭泣是十分有腔調的，像是有調子一般，哭得千回百轉，穿透力十分驚人。哇，奶奶好可憐，這個阿姨也太壞了吧！可能這個阿姨沒有家教吧，寶寶可千萬不要學這種人，真是太丟人了。什麼叫做用魔法打敗魔法？居少鳳現在可真是踢到鐵板上了。你居然敢打我媽！你不要命了！我今天就要打死你！我奶奶兩個身強體壯的兒子頓時跳了起來，一左一右的提着居少鳳的胳膊就把她提了起來，也不管她是不是個女生，直接朝着她的胸口一拳揮去。居少鳳頓時眼淚鼻涕齊流，眼前一陣發黑，耳朵嗡鳴作響，甚至後續被人扯着頭髮按在地上毆打都沒了反應。這兩個人真的是一點都不做人，把居少鳳像個皮球一樣在地上踢，不一會就在地上留下了不少的血跡。可別把人打出事兒了。上輩子自稱居少鳳最好的朋友，那個叫小雪的女人，此刻正滿臉嫌棄的站在一邊看戲。上輩子他們倆關係可好了，形影不離的，有什麼好東西都相互分享，甚至是背着我說悄悄話。我當時傻乎乎的，對此甚至還心生遺憾，覺得我不是居少鳳最好的朋友，一個人落寞的掉眼淚。現在則是呵呵一笑，怪不得他們倆能玩到一起呢，兩個都是狼心狗肺的冷血玩意。看着居少鳳挨打，我並沒有去阻止，反正他們兩個那個狗膽也沒膽子殺了他，頂多讓他受些皮外傷罷了。而居少鳳在路上撿的那些來歷不明的人，他們倒是十分的自來熟，把這裡當成了自己的家一樣，四處的查看，甚至是打開了房門，毫不客氣的拿着東西吃，真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裡一樣。居少鳳的安全屋布置得十分到位，不僅是照抄了我的作業，甚至是做得更好，畢竟我所有的存款都花到了這裡。這裡幾乎每一個房間都被塞滿了物資，滿滿當當的堆積到了天花板上，除了一間主臥是空置的外，其他的幾乎都被物資填滿，甚至他還貼心的做好了分類。這個房間是蔬菜間，裡面堆積了大量的蔬菜以及乾菜、果乾之類的。這個房間貼的是冷藏室，裡面被冰櫃、冰箱所占滿，全部都是凍肉之類的冷藏貨物。那個房間儲存的應該就是衣物，有男裝，有女裝，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的衣服應有盡有，還有不同鞋碼的鞋子。再看另一個房間，應該是日用品間，還有客廳裡也是堆滿了飲用水。客廳裡一箱一箱的礦泉水堆得像個小城堡一樣，留了一條過道，甚至是樓梯底下的那點空間，他也沒有放過，裡面存得滿滿當當的方便麵。媽媽，是巧克力，是巧克力！一個熊孩子直接撲到了零食間，捧了一大把的零食，當場就撕開，往嘴裡塞個不停。那是我的物資，我的物資。居少鳳本來還想護住自己的物資，但是他連爬都爬不起來，剛想逃跑，就被我的那些窮親戚們抓住了腿，重新毆打了幾遍。別看我的窮親戚們不是什麼好人，極品、貪婪、吝嗇又瘋狂，但是他們也是有優點的，比如說好面子、愚孝。這一點特指自己母親被其他女性侮辱，發生爭吵，甚至是毆打的情況，他們就會發了瘋一樣失了智，給母親討回公道。至於那公道是不是真的，那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讓母親開心，把得罪了母親的人給狠狠地打一頓，那才是他們的目的所在。我要這個房間。不，我要住這個房間。你滾遠點，這個房間是我的。誰不服跟我的斧子說去。這裡幾乎全是物資，應對末世是足夠了。那些得到了末世消息而逃難的人欣喜若狂，但是轉眼想到了自己會住在哪裡，又爭奪起了唯一的空房間來。那個房間在2樓，空間挺大，十分的舒適，布置得溫馨可愛，看樣子是居少鳳專門為自己留的臥室，而且裡面還有衛生間，洗漱十分的方便，所以大家們都迫不及待的想搶這個房間住，畢竟這個房間是唯一有床的房間。我們一家3口還帶着小孩呢，小孩沒辦法睡沙發，乾脆讓我們睡床算了。你這麼身強體壯的，你打個地鋪不就好了？
一個帶小孩的男人直接拿小孩當武器，試圖說服男人讓出房間來。光頭男人嗤笑一聲，直接亮起了斧子，對着男人比劃了下。你說末世到來之後還有沒有監控？有沒有王法？你這小身板能挨我一斧子嗎？在末世之後，是沒有人有多餘的能力維持住法律的，所以即便發生了什麼，大家也無濟於事。眼前的很多人都沒辦法轉過彎去，畢竟他們並沒有見過喪屍的血腥，還沒有徹底習慣秩序崩塌之後的思維模式。他們仍然套用末世之前的言論，但是眼前的光頭大漢顯然不吃這一套，看着他就知道這是個不好惹的，能怎麼辦？讓了唄。其他人敢怒不敢言，畢竟誰也不想真的吃那一斧子。不是你們嘟嘟嚷嚷個什麼？這是我孫子婚房，你們都出去。此時奶奶還不知道末世言論，也对，畢竟我短信上並沒有告訴他們，而是告訴他們來搶奪家產來了，所以他們屁顛屁顛的跑過來，想着怎樣霸占我的存款，霸占我的房子，給他們的孫子做婚房。眼瞅着這一群陌生人居然商量着怎麼住進他們孫子的婚房裡，他們頓時就急了，還想故技重施，學着耍賴那一套，把他們都趕出去。可惜任憑他們再怎麼叫都是沒有用的，喪屍即將到來，誰還會在意道德什麼的？他們又在吵吵嚷嚷，我已經不想再听什麼了。臨近中午，我進了廚房，把居少鳳藏好的昂貴的食材扒拉出來，給大家燉湯喝，甚至還招呼阿姨們過來跟我一起做飯，做出滿滿一大桌子的飯菜來。他們自然是同意的，畢竟這鮑魚、人參、燕窩什麼的，不吃白不吃啊。吃吧，好好的吃，到時候有機會了，一定要把飯錢還我呀。其他人都不當回事，畢竟我那態度看上去也不像是真的要索要錢財的樣子。更何況後面還是加了有機會這3個字，他們不在意，吃肉喝酒的好不快活，我這邊倒是開心的很。吃吧吃吧，等到時候你們還款的時候就笑不出來了。我不只要借給居少鳳借款，我還要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欠我錢才行。到時候他們還不上我的物資，那就只能任我摆布了。我們這邊吃的正歡，那地上的居少鳳則是心疼的不行。他們都吃的什麼啊？龍蝦、牛排、螃蟹、鮑魚、人參、燕窩，什麼貴就吃什麼，甚至那龍蝦大的跟手掌一樣，居少鳳自己都沒吃過。就等着末世之後給自己開葷呢，沒想到現在被這群人給糟蹋了。居少鳳心疼的要死，全然忘記了他之前揮霍我物資時有多麼的大氣，有多麼的豪邁，甚至還說我小氣，說我斤斤計較，真是鞭子不抽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我只是笑笑，假裝傻白甜的任勞任怨伺候着這群陌生人。少鳳怎麼了？你心疼嗎？是不捨得把食物給大家吃嗎？不要這麼小氣，做人要懂得分享。若是我不說這話還好，一說這話，居少鳳頓時就急了，如同火藥炸彈一樣瞬間引爆。也許是我脾氣太好了，所以他不敢指責其他人，反而對着我開口道：你腦子是壞了嗎？末世馬上就要到了，你居然還把東西分享給他們，生怕自己活下去，到時候餓死你，你就開心了。還我小氣，我不捨得，你們花的都是我的錢吶，你們有問過我的意願嗎？就直接來強住我的房子，強行花我的錢。居少鳳這樣說一句話，就把在場的所有人都得罪了。所有人眉頭擰得緊緊的，看向居少鳳的視線全都是敵意。雖然那些物資是你買的，但是你花的都是我的錢呀，我只是把我的東西分享給大家而已。我傻白甜的撓了撓腦袋，左右看了看，仍然不明所以，仿佛是地主家的傻閨女。就是這樣無私奉獻，對於這群吸血蟲來說是最值得誇耀的品質。對啊对啊，人家都沒說什麼呢，你這個借錢不還的，倒是裝委屈上了。真是小氣鬼喝涼水，自己小氣還容不得別人大氣了。那錢是你的嗎？你就這樣護？明明说我們是最好的朋友，結果呢？現在連一點飯都不捨得給我吃，你可真好呀。還有人瘋狂的陰陽怪氣，把居少鳳氣的鼻子都歪了。往常都是捧他臭腳的，現在居然是對他開炮，而且還是那麼多人，一下子就把他變成了千夫所指的罪犯。我的好閨蜜呀，這種滋味好受嗎？看着居少鳳的臉像是打翻了顏料瓶一樣，五顏六色的，我就心情舒暢，渾身說不出的愜意。日子就這樣吵吵鬧鬧的過去，很快就到了喪屍爆發的日子。大清早的，安全屋外響起了敲門聲，大家通過可视門鈴看見了外面，那是一個小黃毛，虛弱的在门前，還有2個似乎是他父母一樣的人，焦急的不停地拍打安全屋的門，而那小黃毛腿上還綁着破布呢，走路一瘸一瘸的，明顯是被咬了，用不了多久就會感染變成喪屍。快開門呀！快開門啊！怪物們快要追上來了！門外3個人瘋狂地敲門，他們後面還傳來陣陣嘶吼聲，似乎真的有什麼怪物由遠及近的正在向這邊趕來。屋裡的人頓時嚇壞了，不要開門，他被喪屍咬了。這一次換了居少鳳來堵住房門，他是重生過來的，他當然知道這個男人被喪屍咬了，要是真的把他放入房子裡，那後果不堪設想。不是吧，這個女的心腸這麼惡毒嗎？外面的喪屍都快追過來了，她還非要關上門，不讓他們進來，這不把他們往死裡逼嗎？這個小姑娘的心真毒，不僅不讓我們好好吃飯，還想害死外面的人。可是她看上去沒事啊，是不是你判斷錯了？萬一她是被劃傷了呢？你現在不開門，那不就是殺了她嗎？要是真不把她放進來，
那不就是讓他活生生被喪尸咬死吗？更何況外面可是3个人呢，就算一个感染了，那剩下2个也不管他们，让他们去喂丧尸嘛。上辈子居少凤收的幸存者们杂乱不堪，有的是路过的普通人家，有的是他的好朋友，有的还是我的親戚們，甚至還有他撿到的壞人。而此刻，這些人裡有年老的實在於心不忍，紛紛的指責居少鳳心狠，要害死他人。也許是這些天的指責，把居少鳳的臉皮給練出來了。他已經習慣了，全當沒聽見一樣，把門死死堵住，就是不讓其他人開門。他真的被喪屍抓了，你們也不想放喪屍進來吧？你快點把門打開，我兒子才沒有被喪屍抓，他只是不小心摔傷了而已。門外的爸爸帶着兒子瘋狂敲擊防盜門，奈何實在是打不開，只能氣勢洶洶地威脅道。他說的如此理直氣壯，好似真的不是被喪屍抓一樣。只是我為人比較謹慎，明眼瞧着他褲腳處流出的鮮血，就不是正常人一般鮮紅，而是帶着一些粘稠的質感。而現在輪到居少鳳扮演我的角色了，很顯然他也擰不過那些老頭老太們，加上僥倖心理，有人相信了那個男人的鬼話，直接把門打開，把那3個人給拉了進來。3個人坐在地板上，劇烈的喘息，顯然是累得不行。怎麼樣？你們還好嗎？是從哪裡過來的？外面的情況是什麼樣？有人迫不及待地追問外面的情況，但是我明顯看到那個人的瞳孔縮小了下，不過短短幾秒鐘，突然抽搐了那麼一下，就徑直朝着其中一個幸存者撲去。選的那個人好巧不巧的，居然是我奶奶，鮮紅的血順着脖子流淌而下。這下子，所有人終於反應過來了，瘋狂的尖叫，遠離這裡。喪屍進屋了，我冷眼看着這一幕，因為早有預料，所以我現在站在2樓，看着下面的一場鬧劇。有的機靈的已經跑到了儲藏室內，把門一鎖，把其他人堵在外面。那些人捶打房門，就是進不去。20多人如同無頭蒼蠅一般亂轉，被一個喪屍追得無地可逃。被咬的奶奶居然也踉踉蹌蹌地站了起來，向着眾人追去。甚至是門外也傳來的敲打聲，一群喪屍已經撲了過來，血淋淋的手打在了防盜門以及防盜窗上。別墅被喪屍包圍了。別慌別慌，我們能贏。在這種時候，光頭大漢倒是出奇的冷靜，舉着斧子就向喪屍的頭而去。砰的一聲，斧子正中喪屍腦門，那喪屍頓時軟綿地躺在了地上，而另外一隻喪屍也被一個女生一鐵棍砸倒。看那女生不是別人，居然是居少鳳。這個時候，她倒是硬挺了起來，力挽狂瀾地除掉了我奶奶。末世初期並未吃過食物的喪屍，攻擊力並不是多強，若是肯拼命的話，倒是有幾率戰勝。眼瞅着2個喪屍全部命絕於此，危機解除，太好了，活下來了！所有人喜極而泣，相互慶祝着這場勝利。那是什麼鬼味兒？為什麼這麼快？該死的！你居然殺了我們！我們要你償命！我奶奶的2個孝子也不管什麼道理了，他們只在乎自己媽，畢竟是2個媽寶男，當即就掄着拳頭向居少鳳捶下去。你們2個畜生，那喪屍怎麼不咬死你？居少鳳瘋狂的躲閃，但好歹危機總算解除了，大家臉上洋溢着喜悅，都鬆了一口氣，把心放到了肚子裡。外面的喪屍被防盜門、防盜窗以及安全屋鎖攔在外面，屋裡安全得很，而且屋內還有滿滿的物資，只要沒有人再把門打開的話，他們就會一直安全下去。在這種大喜的日子，我當然是要給他們一個驚喜啊！好龜龜，借我的錢該還我了吧？我這話是對着居少鳳說的，同時也是對着其他幸存者們說的。什麼意思？還想我還錢？居少鳳果然是準備賴賬的，我也不慣着他，直接打了一個響指，居少鳳頓時消失不見，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他憑空消失。而眨眼別墅外面就響起了居少鳳的瘋狂尖叫，眾人下意識地順着視線而去，只見居少鳳居然出現在別墅外面，被一根繩子吊在了2樓，離地面不過2米的距離，下面喪屍伸着手不停地想要夠到他，把居少鳳嚇得不停地晃蕩。什麼意思？有人被嚇傻了，這突如其來的一幕讓所有人猝不及防。就是你們想的那個意思啊，只要欠了我錢的人都要還錢呀。我依然笑得乖乖的，如平常那般溫柔。這所房子是我的，所以我想讓誰在我的房子裡住，誰就能住，不想讓誰住，就可以把誰趕出去。我的視線盯上了在場的所有人，他們幾乎都欺負過我，甚至聯手逼死了我。那下一個輪到誰呢？你瘋了嗎？居然敢這麼對長輩說話！我奶奶的2個兒子頓時暴怒，也許是平時毆打我的次數太多了，也許是他們天生就不長腦子，這個時候還敢挑釁我，還想學着對待居少鳳那樣對我揮舞拳頭，想要把我打服。那就你們吧。再次打了一個響指，那2人也在房屋內憑空消失。在他們住的安全屋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欠下了我的房租，並且吃的東西我都說過要付款的，現在也到了他們還錢的時候。別墅外傳來了慘烈的嚎叫，嚎叫聲不斷，伴隨着喪屍興奮的嘶吼。透過別墅的窗戶還能往外面看去，看見那2個男人不停地掙扎，但是外面的喪屍實在太多了，他們甚至來不及多跑幾步就被喪屍撲倒，伴隨着一陣皮肉撕裂聲以及咀嚼聲，一切落下了帷幕。有人嚇得不停地嘔吐，
有人不停地後退，想要躲開我的視線。下一個輪到你了。我點卯一樣點到了居少鳳最好的朋友小雪身上。不要殺我，求你了，不要殺我，我再也不給居少鳳出主意排斥你、欺負你了，求你不要。話音未落，人就已經被傳送到了門外，接着就是令人牙酸的咀嚼聲。被繩子吊在2樓的居少鳳直接被嚇尿了，滴滴答答的尿個不停。斧子男還想趁機偷襲我，索性我也倦了，一個響指把所有人趕出了我的房子裡。我盯着窗外那個新鮮出爐的喪屍小雪，不由自主地比了一個中指。那喪屍疑惑了一下，居然也跟着比了一個中指，什麼意思？他還有意識？青青，檢測到債主轉變成其他種族，試圖躲避債務，這邊為您追加勞動的方式償還哦。借債系統貼心提醒，即便變成了喪屍，也要把欠下的錢全部還清才行。在此期間，以工代勤，即便變成了喪屍，也要供我驅使，直到把欠款全部還清為止。我頓時被逗笑了。怎麼，這是要送我一個喪屍大軍嗎？不過想想也如此正好，到時候多雇傭一些永動機為我幹活好了，到時候好好折磨，不，到時候好好跟我的閨蜜旅遊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呢。我心情愉快地做下了決定。